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国风系列格桑提花背心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不同尺码，都分成了后片、前片、下摆和侧边、包边、缝合和装饰这几部分。先编织后片，采用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，从下往上编织提花图案，结尾在中间留出领窝，两侧通过引反编织形成斜肩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这里空白格子表示下针，一横表示上针。空白的区域没有针表示不需要编织，这里每行数针数时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不同颜色的格子对应不同颜色的线。V 表示引反编织，箭头表示编织方向。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则是从左向右看图解。注意反面编织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引反编织的部分行数单独计算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下面先学习编织编起下针的起针方法，使用第一行第一针对应的颜色线编织，具体起针方法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这个就是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。下面开始提花编织，我们将起针线头在左手边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需要用到2种颜色线编织。我们将第一行第一针的颜色，也就是起针的线称为线1，另一根线称为线2，用这2根线对照图解编织。具体提花的编织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学会方法后，对照图解编织出对应的图案。一直织完领窝收针的前面一行，具体请看演示。片织提花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先织正面的一行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需要用2种颜色编织。图纸中不同颜色的格子对应不同颜色的线，需要参考图纸，使用对应颜色编织。先接线，我们将原线称为线1，新线称为线2，将2根线打结。然后将结拉至根部，
以后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，就参考这里的演示即可。然后对照图纸，使用对应颜色的线编织。这里我先演示一下每针都换色的情况。这里我先用线1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用一只手带2根线，分别用小拇指和无名指绕线，这样2根手指上分别带了1根线。继续用线2织一针，从线1下方挑线，换线织完1针后，可以看到后方有1根渡线，稍微拉伸织片，使渡线与织片齐平。渡线不要拉太紧，防止织片皱缩。继续将线1织一针，这里线1注意从上方，注意拉伸织片。完成后，继续从下方挑线2织一针。注意大家挑线时，确保2根线不要扭起来。每次换线织完1针后，都要稍微拉伸织片，确保织片平整，也就是这根渡线不要拉太紧。继续编织，线1从上方编织，线2从下方拉线。如果全部用食指时不方便，可以在线2编织时用中指挑线。完成后可以看一下，线1的渡线均在上方，线2的渡线均在下方，纹理美观，线不会乱。实际大家也可以不分上下，正面美观即可。这个就是每针都换线的情况。接下来，同一根线连续编织不超过4针时，同样可以按照这里的演示编织。
具体每个颜色编织的针数，注意对照图纸，不要织错。如果超过4针，需要将另一根线进行带线处理。这里我演示一下连续编织5针的带线方法。先换线织3针，然后用食指挑另一根线，从下方拉出这根线，继续用这根线织一针下针。另一根线就被带了一次，带的线也要和织片齐平，保证织片平整。继续再织一针。这样连续的5针就织完了。这个就是带线方法，每次带完线后都要拉伸织片。带线的时候，每次都是织完3针带一次线。我再演示一次连续织7针的带线。注意，每次挑线时都要确保2根线不要扭起来。这里从下方挑线织3针，然后从另一根线下方挑起这根线，再织3针。每次带线后都要及时拉伸织片。由于有带线，2根线会拧在一起，后面编织时注意将它们分开。继续再带线织一针，这样连续的7针就织好了。后面如果连续的针数更多，要多带几次线，方法与前面相同。可以发现这里带了2次线。接下来大家参考这里的演示，一直织完这一行，倒数第2针。织完倒数第2针后，最后一针编织时，无论间隔几针，都要将另一根线带一下。这样正面的一行就讲解完了。继续织反面的一行。
在反面编织都是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并且图解体现的是正面纹理，在反面要编织相反针法，因此这一行都要织上针。右手挂线，将针放在2根线的下方，使用对应线材织一针上针。注意拉伸织片，确保不会将织片上下拉紧。接着正常挑对应线材织上针。挑线编织时，需要确保2根线不拧起来。在反面编织时，每次换线织完一针后，都要及时拉伸织片，确保织片平整。如果连续针数不超过4针，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换线编织。如果超过4针，同样需要带线。方法与正面编织时相同。这里我演示一下连续7针的带线方法。先织3针，带一次线，再织3针。再带一次线，织1针。这样连续的7针就织好了，并带了2次线。接下来大家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对照图纸一直织完这一行的倒数第2针。注意2根线的带线层次，尽量与下方保持一致，一根线始终在上，一根线始终在下，这样纹理更加美观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最后一针编织时，同样可以带一下另一根线。这样反面的一行就讲解完了。这个就是片织体花的编织方法。织完领窝收针的前面一行，下面需要分左右肩编织，
注意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中间留出领窝。这里我讲解一下编织顺序。先在右肩对应编织，接着之前的线往返编织，注意继续对应编织提花图案。领口一侧进行减针，边缘一侧引反编织，最后修针。接着在领窝接线进行收针。这里对照图解使用收针后的第一针对应的颜色线进行编织，然后在左肩位置往返编织，领口一侧减针，另一侧引反编织，最后同样修针。下面分别演示一下领口减针、肩部修针及引反编织的织法。大家学会方法后，对照图解将这一部分编织完成。请看演示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一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动眼。
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，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，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这里标注的是休针，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，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。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，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。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左肩就织好了，接着织右肩。编织前，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
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一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一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二针开始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二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二行，继续织第三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，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留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我这里第1行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前面正常编织，剩下5针时就不织了。我这里织好了第1行，翻面，继续织第2行。第2行开头织有结的滑针，无论这一针是什么针法，都要将线放到右针上方，挑下第1针，然后拉紧线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上针，就要将线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织即可。我这里在反面织上针，可以发现第2行在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织到结尾，剩下5针不织。
完成后翻面，继续织第3行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也就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拉紧线。如果下一针织上针，就将线再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下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编织即可。这里我织下针，有时候每一段引反的针数都相同，有时候会因为花样等原因，引反针数不同，具体需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可以发现，这里第3行结尾需要引反3针。注意，这里有节的划针算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现在第3行就织好了。第4行也是在结尾引反3针，同样，这个有节的划针看作1针，每次引反后，开头的这一针都要织有节的划针。现在就织好了第4行。有的时候，引反的同时还要在中间挖领口。大家实际可以对照图解编织。我继续将这个图解中需要引反的行数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，引反完成后，对应这个图解倒数第3行完成。接着需要消行，也就是这里的第9行。先将这一侧消行，我这里就全部织下针。遇到有节的划针，当作1针织下针即可。这一侧消行完成，最后一行要进行这一侧的消行。我这里就是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遇到有节的划针，这里也当作1针织上针即可。
这个就是留针的引反编织。到这里，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前片，采用编织边起下针的方法往返编织，编织方法与后片类似，只是前片最后需要先在中间留出领窝，分左右肩编织，肩部织完后与后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。这里我大概讲解一下编织顺序。织完领窝收针之前的行数，对照图纸先往返编织左肩。开始在领口一侧减针，边缘不加不减编织，最后几行引反编织。完成后与后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，这里使用最后针的颜色进行收针即可。然后在领窝接线收针，接着往返编织右肩部分，同样在领口一侧减针，另一侧最后引反编织，最后同样与后片合并收针。这里引反编织的方法与后片对应位置类似，中间领口减针的方法也与后片领口减针类似，大家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结尾合并收针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。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这样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下摆和侧编，采用编织边起下针的方法起针，然后从右往左绕圈编织下摆。接着分两部分往返编织侧边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起针，小样这里已经起好了，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，大家对照图纸起针，然后织第一圈，将环形针环成圈，翻面，从起针的第一针开始编织，也就是短线头所在的这一针。织之前，在右针上套一个系腰扣，区分首尾一针。注意起针下方不要扭转。第一圈全部织下针，一直织完系腰扣右侧的线圈。完成后，第一圈就织好了。继续织第二圈，先转移系腰扣，然后对照图纸全部织上针。这里如果线圈较大，可以稍微抽紧。织完系腰扣右侧的线圈，第二圈就织好了。下摆后面继续对照图解编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可以用起针处的线头将这里缝合美观。不要留有明显的缝隙，线头在反面藏好就可以。这样下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摆织完后，继续编织侧边。这里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编织。可以先从下摆结尾位置开始，将线圈平均分成两部分，可以用系腰扣隔开。然后在第一部分往返编织，开始浮针收掉部分针数。方法与领窝处收针方法相同，只是开始不需要接线，直接编织即可。然后往返编织大平针，中间需要进行腋窝减针，同领窝减针相同，分两部分编织，两侧不加不减编织，中间进行减针。
结尾扶针收针，最后预留10厘米线头收好即可。然后在下摆剩余的一半线圈上接线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收针。方法同样与领窝收针相同。然后在这一部分往返编织大平针，结尾部分在腋窝减针，最后扶针收针，方法相同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这一部分织完。这样下摆和侧边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包边，在侧边两侧腋窝减针位置，前后片领口位置及边缘一周，都需要编织包边，织法类似。腋窝减针处，从一侧尖端编织到另一侧尖端即可。前后片上则需要编织一圈。腋窝处的包边织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先织包边，这里为了效果美观，先留出编织包边位置3倍长的线头，可以稍微多一些。在织片正面边缘动眼挑针，如果在收针位置挑针，穿入收针下方动眼挑针就可以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织物形状不做参考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注意使用预留的线头挑针。在需要包边位置，均匀挑出适当的针数，保证织片平整美观即可。小牙入针位置随机。完成后，将剩余的线头在反面收好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接着，将线圈挪到棒针另一端，从右侧开始织包边，接着挑针开始位置的线，穿入第一针线圈起3针，穿入，挑出，从右往左套在左针上。第一针完成，继续再起2针，注意套的时候扭一下。接着织2针下针，然后同时穿入左侧2个线圈后方。织一个下针，这样就与挑针的第一针合并起来，然后左针挑下右针的线圈。
再织2针下针，可以织的稍微紧一些。然后将左侧2个线圈并针，注意穿入线圈后方的线，织下针。这样正面形成这样连续的辫子纹理，比较美观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。最后2个线圈并针完成后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，穿入缝针，穿过线圈，可以多穿1次收口。再反面打结收好。将2根线头藏好，这样包边就完成了。腋窝包边完成后，下面在前后片对应位置包边。这里注意，外圈包边长度较长，大家先留出包边长度3倍多一些的线头，缠成小线团使用。可以先挑一段距离的线圈进行编织，方便发现织片不平整时拆线。在拐角处可以多挑几针，让拐角包边圆润，织片平整不卷曲。结尾处还需要与包边开始位置进行衔接，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包边结尾的缝合。织到合适位置后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穿入缝针，找到起针处最下方最右侧的辫子，先从下往上穿出下方右侧这个线圈，可以将线圈放下来，然后挑之前找到的下方最右侧的这个辫子穿过，继续穿入下方最右侧的这个线圈，左侧线圈从下往上出针，放下来，调整一下，看一下
右侧形成这样连续的辫子。继续挑上方中间这个辫子，穿过，下方中间这个辫子穿入，左侧辫子穿出，再穿过上方最左侧这个辫子，下方辫子穿入，下面调整一下，使其衔接美观。这样包边就缝合好了，将线头穿到反面，打结藏好，其余线头同样收好，这样包边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缝合和装饰。缝合是将前后片与下摆侧边对应缝合，这里将下摆扶针收针位置与前后片起针处对应，下摆正面压在前后片反面，边缘重叠1厘米左右。可以先将拐角处用系腰扣固定，然后再将两侧的侧边与前后片侧边平整对接，尖端处固定一下，下面将扶针收针的中间位置与前后片起针处中间位置固定，两侧多找几个点均匀对接。大家也可以按照需要调整缝合位置，需要保证侧边不要露出边缘，整体纹理美观平整。然后用编织下摆的线，沿着侧边内侧与前后片缝合固定。注意前后片上要调反面的线进行缝合，具体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只要固定美观、平整牢固就可以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，注意正面不要露出线迹。缝合完成后是这样的效果。接着使用前后片包边的线，沿着前后片边缘包边位置与下摆和侧边定缝，也就是紫色的这一段。注意包边位置，穿入这两列辫子的中间缝隙处进行入针，不要露出明显的缝合痕迹。
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将其缝合完成，这样缝合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装饰有2个，先钩织虾辫，然后缝合固定，并安装扣子。先钩织虾辫，一共4根，2短2长，具体长度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短虾辫长度约为前后片间隔的距离，长虾辫要比短虾辫长几厘米。注意，虾辫结尾要留出4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，具体钩织方法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虾辫的钩织方法。锁针起针，钩2针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第1针锁针的上方半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2个线圈中钩出，钩针保持不动，顺时针转动下方的织片，然后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出，再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继续顺时针转动织片，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短针，继续往下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挑刚才相同的2根线钩短针，后面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然后挑左上方竖着的2根线钩短针，钩织到需要的长度后，钩1针锁针固定，留线断线，如果需要缝合，则留长线头。这就是虾辫的钩织方法。虾辫钩好后，下面进行缝合。先缝合长虾辫，对折后挑边缘的这样1根线，卷针缝合。完成后，在尖端缝合扣子。
固定牢固后，剩余的线头暂不处理。短虾辫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，注意结尾预留扣眼，可以扣一下，确定合适即可。下面将其扣好，放在前后片之间。带扣子的长虾辫，缝合到后片侧边下方。装饰整体大约在腋下到前后片起针这一位置的中间，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然后沿着虾辫边缘与织物定缝，注意这里可以挑虾辫与织物相接位置的线进行缝合，表面尽量不要露出缝合痕迹，另一侧定缝即可。结尾处注意压在前后片薄边下方。大家将其缝合完成，这样装饰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素素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